2016年8月，一架印度海军的米格29K 战斗机在训练时，机腹下的一个副油箱意外脱钩，砸到了自家一个海军基地的储备仓库，仓库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差点烧没了整个基地。2009年8月，印度海军2艘军舰在并排航行时方向盘同时失灵，最终导致军舰相撞，夫妻双把家环全部被拖进港口大修。2016年12月，印度海军一艘护卫舰刚刚完成为期1年的大修升级，结果一只脚刚出船坞，就因为重心不稳发生了侧翻，最终导致2人丧生，14人受伤。这艘军舰直到2个月后才被扶正，又修了整整3年，直到2021年才重新服役。作为一个人见人坑又不爱付尾款的老赖，印度对海军的执着地球人都知道，前有$1买航母，最终被坑了40亿的装修费。后有花了23年时间才造完的维克兰特号航母，还没出船坞就被镀了一层包金。印度海军自从成立就被下了诅咒，每年最少撞一次，每年至少起一次火，每年最少漏一次水，每年最少被自媒体笑话10万回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我们的主题继续聊未完待续的印度。众所周知，海军是海陆空3军中最烧钱的，而潜艇又是海军中最有技术含量的。那印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潜艇产生邪念的呢？要说印度潜艇的发展史，那比起咱们之前讲的什么光辉飞机啊、阿琼坦克呢，还算比较顺利。毕竟人家不到30年就给整出来了，而且研究的还是核型潜艇。你想想那多不容易，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纰漏，比如说发射导弹的时候，轰的一下炸膛了，一不小心轰上一炮，把自己家潜艇给干沉了。下潜的时候忘了开盖，咕嘟咕嘟咕嘟成水泡潜艇了。但是瑕不掩瑜，毕竟核潜艇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不靠谱的一个印度，它是怎么把这核潜艇搞出来的呢？今天咱就好好讲讲印度潜艇的发展史。说到这潜艇，其实印度政府跟其他几个什么坦克、飞机比啊，根本没那么上心。一个原因在于海军确实太烧钱了，当时建国初期经费确实有限。第二个原因是那个时候印度的主要敌人是巴基斯坦，两边的主战场主要在这陆地上，所以当时印度军费的开销分配，第一是陆军，第二是空军，最后才是海军，包括现在也基本还是这个顺序。而且当时印度啊有点看不上潜艇，这玩意儿天天就搁深海里待着，不符合我们印度的调性，咱要买也得买航空母舰呢，那玩意儿多大气。所以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印度的经济稍微好点了，1957年拨了一笔款，从英国买了第一艘航母。印度政府是在什么时候有所改观的呢？还是因为印巴冲突。当时巴基斯坦从美国买了一艘潜艇，那潜艇也没多先进，是2战的产物，结果直接给印度把当时的孟加拉湾就给封锁了，出都出不来了，愣是找不着人家。这时候的印度政府才反应过来，这潜艇确实有用啊，我们也得赶紧买啊，特意从苏联买了好几艘潜艇。那印度是什么时候对这核潜艇起了歹念呢？也是因为这印巴冲突。1971年的第3次印巴冲突，这下印度可算是扬眉吐气了，有潜艇还有航母，把巴基斯坦给收拾得够呛。但那时候巴基斯坦也不是没有帮手，美国直接就把航母开过来了，印度这下可就有点慌了。不过印度自己也有靠山，苏联的核潜艇就在后头跟着美国航母，美国还真就没敢动手。印度政府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核潜艇才是真正的王牌啊，心里头可就惦记上了。时间来到1974年，咱们的核潜艇也正式建成服役了。从这一刻起，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全都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。这一下印度可彻底破防了，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心里一直揣着一个大梦想，就是也想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。结果现在核潜艇你们5个都有了，偏偏就我没有，我以后还怎么张嘴说我要加入这常任理事会呀？不行，我们必须搞，而且要搞咱就得搞最好的，直接搞这核潜艇。要不怎么说这印度人敢想敢干呢？核反应堆没整过，潜艇没造过，也要搞核潜艇。不吃蒜不吃茄子，就要吃蒜茄子。好在呢，当时跟苏联关系不错，那核反应堆这事儿呢，苏联偷偷摸摸交给印度了。当时呢，因为印度有个机构叫88原子能，开始设计这个反应堆，印度政府对此相当重视，要人给人，要物给物，特批了200多个亿，溜溜研究了3年多。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还是那熟悉的3个字，整不了。那整不了咋整啊？只能发动传统技能开始买了。但过往的视频咱也讲了不少，那没少吃亏上当。但这次情况可不一样了，想买都未必能买得到了，
毕竟那核潜艇可是国之重器啊。所以印度政府也没办法，只能算了，还是一步一个脚印，慢慢来吧。咱们先买的是常规潜艇吧，前后从苏联进口了10艘基洛级潜艇，这玩意儿在当年苏联应该算是最顶级的常规潜艇了。又从德国买了4艘209潜艇，这是当时西方世界潜艇的销量冠军。有人说这印度怎么不在一家买呢？人家讲话了，买2家我不被卡脖子。这样一来，东西方的技术我可就全都掌握了。到时候我取其糟粕，去其精华，来个东西合并，我那潜艇还不所向披靡了。特别是从德国买的那4艘潜艇是带着技术转让协议的，2艘呢人家德国给造好，另外2艘呢得印度自己来造。结果这下照着抄作业就抄串行了，德国那边2年就交付了，他自己研究这个，一个就探索了8年，另外一个搞了10年，越鼓捣零件就越多。最后还是把德国工程师请了过来，这才勉强完工。但这就飘得不行了，觉得自己常规潜艇已经研究透了，我得接着搞这核潜艇。而这个时候啊，已经来到80年代末了，苏联眼看着要解体了。为啥苏联解体？核心就是因为经济有点绷不住了，所以苏联这时候就想着搞点创收呢。印度这边来了，他一看这印度人确实很诚心，自从上次被拒绝以后，印度是3天2头往苏联跑，说苏哥，我真想要核潜艇，求求你了，你要不就把技术卖给我，这不行的话，直接卖我1台也是可以的。我呀，要潜艇呢是实打实的，核潜艇呢卖不了的话，你租1台给我也行啊。这下苏联是真心动了，苏联不是不想卖，因为有核不扩散条约，但租没事儿，两边就谈上了。具体金额呢，我是没查到，有人说是1年2个亿，但别管几个亿，反正是个天价。而且印度那边没给钱，印度说了，大哥我确实想要，但是呢，国情就摆在这儿，我也没钱。但咱们这儿盛产棉花，我就擅长做那裤衩背心大拖鞋。正好苏联那边缺轻工业产品，两边一拍即合，拖鞋换潜艇的故事正式开始了。而印度跟苏联的羁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但是呢，这潜艇啊就换了3年，因为3年以后苏联解体了，卢布价格暴跌，当初按照合同上写的那样，一下贬值了好几倍。这时候印度觉得，我再给你这裤衩背心大拖鞋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所以就跟苏联那边提了这个想法，我卢布又富裕起来了，我直接给你卢布算了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原先1美金能换 1.1 卢布，现在1美金能换好几百卢布。俄罗斯也不傻呀，去个屁的吧！以前我那么大力援助你，你现在就这么对我，我不租给你了。印度这下可傻眼了，这下可闹心了，便宜没占着，潜艇还让人家给开回去了，这可咋整啊？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，对呀，苏联当年援助了我100多个亿的贷款，我不趁现在这卢布便宜的时候，我赶紧给他还上，那我等啥呢？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三哥天天就盯着这实时汇率。1994年他觉得时机到了，当年价值150多个亿的苏联援助款，现在折美金就剩300多万了。带着钱跟合同找到俄罗斯，大哥小弟有钱了，我要提前还款，别说老弟我不够意思啊，连违约金我都给你备好了，总共加起来还不到500万，就把这100多亿的账给顶过去了。俄罗斯这边气得够呛，但是呢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人家完全是按合同办事儿。所以你想啊，后来俄罗斯用0元航母坑了印度40多个亿，那还算个事儿吗？这还不到人家的零头呢。那印度为啥心甘情愿让俄罗斯坑啊？这不就是因为之前被坑了一笔大的吗？这都是在还债呢。而这俄罗斯跟印度潜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这一次，为什么印度敢跟俄罗斯撕破脸呢？他觉得核潜艇我都租了3年了，早就研究明白零件了。那他是拆了又安，安了又拆，中间折腾了好几回，拆的次数多了就安不回去了。后来还请了苏联专家帮忙给装回去的呢。他觉得是时候自己动手试试了，这一试又试了10年，还是那个人字搞不定。而这时候呢，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也缓和了，因为不缓和没招，问了一圈了，没人卖他，就这俄罗斯松口了。他一进去跟人谈判呢，心里还想话术呢，毕竟10年前坑了人100多个亿，你说这到时候提出来，我怎么张嘴啊？结果跟俄罗斯代表一见面，对方压根没提这件事儿，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，咱俩这关系还用多说吗？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清楚了，是不是又惦记上核型潜艇了？早就给你备好了，我们最新款的海豹核型潜艇全都给你安排妥当了，眼下就在船坞里停着呢，
马上就能大功告成，而且就咱这关系，6500万一年，童叟无欺。印度一听这话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还得是我大哥呀！以前我太不懂事了，坑了大哥那么多钱，心里惭愧。草稿都没打，直接把合同签好了，一口气租了10年，10年的租金第2天就给打过去了。收了钱的俄罗斯人更热情了，给那印度代表叫了过来，老弟啊，你看你们已经10来年没摸过核潜艇了，现在我这全是新技术，估计你肯定整不明白。真的，你把团队派过来，我这手把手教你怎么开，保证包教包会。不过呢，有件小事儿，你看现在这情况，说来也挺不好意思的。老哥，我手头实在有点紧，能不能给凑点培训费啊，或者路费什么的？印度一听这话，这算什么事儿？这老哥这么为我着想，而且印度人合计那车马费几个钱啊？放心吧，老哥，不仅车马费、培训费我得给你双倍，说多少钱，我但凡犹豫一下，我都对不起大哥的栽培。俄罗斯这边一听是老弟，没多钱，你先给我打1个亿吧，不够的话我再告诉你。当时印度都惊呆了，什么车马费要干1个亿啊？但大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而且这时候也不好撕破脸，咬着牙又给俄罗斯打了1亿美金，结果回去又等了2年，按道理该交付了。结果到俄罗斯一看，才发现自己那艘海豹潜艇还在船坞里趴着没动呢。这下印度可不干了，直接找俄罗斯理论去了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那我那艘潜艇到底啥时候能给我呀？结果没想到俄罗斯比他还觉得冤呢。你是不知道老哥我的一片苦心呐。老哥知道你们印度洋高热高盐，为了让这艘潜艇能更好地适应你们的环境，我这边重新给它全部设计了一遍，里面用的全是最新的技术，甚至连小型核反应堆都想给你装进去，最新的技术都想给你塞到里头。但可惜经费没到位，所以这事儿就算了。即印度这边一听什么核反应堆新技术，我们的核潜艇就卡在这儿了。这我得给学过去，那不就妥了吗？大哥，咱就要那最新的，差多少钱？我又从这印度政府掏了2个多亿，结果在08年海事的时候又出岔子了，消防系统突然意外启动，导致氟利昂泄漏，造成了20人死亡，21人受伤。按理说这是俄罗斯方面操作失误造成的，这笔钱俄罗斯你得负责解决啊。结果俄罗斯那边开始耍无赖了，就你天天在那儿催，不催我能这么着急吗？不着急我能误触那个消防系统吗？给钱你就要，不给钱我也没办法了，反正经费我都已经花完了，那就搁我这里扔了吧。印度这边也是束手无策，9个多亿的沉没成本已经投进去了，难道还差这几千万吗？于是又给俄罗斯打去了几千万。而这还没算完，好不容易印度终于拿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这艘核潜艇，用了1年多以后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到时间该保养了，这保养费还没跟俄罗斯那边谈妥呢。结果俄罗斯那边不紧不慢的早就料到他有这么一天，哎呀老弟，我能坑你吗？租金是多少钱来的？6500万，对吧？保养费也不算贵，5000万一年。这印度人真是没招了，又签了10年的保养合同，5个亿砸进去了。但俄罗斯人收钱是真办事儿，印度自家的核潜艇那一水的俄罗斯技术设计，俄罗斯帮着设计的特种钢，找俄罗斯买的声呐、火控雷达等等吧，只要核潜艇上能用的，基本上90%都是从俄罗斯整的。09年总算是下水了，从1984年立项到现在，你看不到30年就搞定了。只不过呢，一直到2016年才正式服役，而且服役之后也没少出问题，仅仅服役了5个月，下潜的时候忘记把盖子盖上了，咕嘟咕嘟成了水泡潜艇，里面元器件全泡坏了不说，发动机也进水了。为啥不买这泡水车？因为就算修好了，它的性能也至少会下降20%。潜艇其实也一样，每年噪音会增加10分贝。等再过几年开快点，估计潜艇里说话都听不清了。不过也有好消息，24年第2艘自主研发的核潜艇也已经成功下潜了。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但是印度毕竟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，而俄罗斯坑印度潜艇的这出戏还远没有落幕。核潜艇咱们聊到这里，常规潜艇的故事还没讲呢。我们之前提到过，印度从俄罗斯采购了10艘基洛级潜艇，这后续的维护保养可都是真金白银啊。再加上印度的操作人员也确实不太给力，这里面最倒霉的一艘叫做辛杜拉克萨克号。这艘潜艇自从跟了印度，那真是倒了血霉了。先是在2010年的时候，在港口内充电的时候发生了氢气泄漏爆炸，导致1死2伤，内部的元器件全被炸坏了。但是你也算因祸得福了，正好拉到俄罗斯大规模维修，还给它升级了。这一下成为印度最先进的常规潜艇了。但正所谓是人不怕蠢，就怕这又蠢又勤快。
2013年8月14号，有一支18人的小队在这个新升级完的潜艇里值班。这几个人看着这新设备是越瞅越兴奋，这些新设备咱还不会用呢，咱得熟悉熟悉啊！得趁着这夜半时分，咱操练起来吧。这18个老哥里啪啦开始这顿鼓秋，光鼓秋软件还不过瘾，咱得真枪实弹呐，咱得往上试试。这导弹怎么安怎么放啊？结果在安装导弹的时候出事儿了，不小心误触了发射按钮，一枚鱼雷就这么发射出去了，直接把停在码头边的另一艘潜艇给击沉了。这一下操作员可慌了神，完了，这下可闯大祸了，即赶紧把发射器给收了回来，可不能再发射第二发了。好消息是发射器成功收回了，坏消息是第二枚导弹也已经发射出去了，直接在这艘潜艇的舱内爆炸了。就这样，这18位好汉忙碌了整整一夜，与2艘潜艇一同沉没了。新印度政府也彻底懵了，这一晚上就损失了2艘潜艇，这可怎么办？只能打捞了。自己还没这个技术能力，前后忙活了10个月，花费了好几千万，总算把潜艇给打捞上来了。印度人一看，这潜艇可是花大价钱买的，赶紧给俄罗斯那边打个电话，大哥，你看我这潜艇还能不能再抢救一下？俄罗斯那边电话都没接，必须得拉到俄罗斯去修，又花了好几千万的维修费，那边又来电话了，老弟啊，大哥对不住你啊，你这潜艇确实没啥抢救的必要了，又给拉回去了。后来印度人看着这潜艇啊，越瞅越来气。17年，他就在这阿拉伯海被击沉了，结束了他那命运多舛的一生。其实印度的军工咱们之前也聊过不少了，故事线呢也讲了不少期了，大体上啊都差不多，但它却总能给咱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其实说起印度的军工发展史啊，也挺无奈的，啥都想要，可偏偏又整不明白，所以啊最后就只能买了。不过好在现在印度的口碑已经打出去了，谁卖他武器都放心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印度海军提供的素材，我是微笑，我们下期见。